那个时候我已经39岁，我就在想说，面对面百业这种，它会有65专案这种，就是年龄加年资大于等于65的时候，就会暗示明示你说，这种事情该离开了哦，这样子。OK， 对对对，年资加年龄等于65，大于65就会有一些明示暗示。哇塞，这个他现在会触法吧？我觉得太可怕，所以他都用暗示的啦。OK， 对，那你想，如果我们25岁开始工作的话，在达到年资加年龄大于的65，就是45岁。那其实对于39岁的我来说，已经不到6年的时间。对，那加上我算了一下，公司的景气循环的状况，大概是设在2023年的11月1号，差不多就要闪了。哇，好精准哦！欢迎收听收看理财小时候，我们没有标准答案，只有多元观点，和你一起学习投资与理财，一起打造出有选择的人生。欢迎大家在 Podcast、YouTube 和 IG 订阅跟追踪我们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我用4年就财富自由的作者 V 大。我得老实说，我不认识 V 大之前啊，我看到这个标题啊，我用4年就财富自由，我想说4年也太短了吧，这是不是夸大？现在卖书是这么夸张吗？但俗话说，你的认知就是你的财富天花板。当你的内心在想这是骗人的吧，你要警觉一下，就是你应该转念思考一下，要是他说的是真的，我是不是就少掉知道这件事怎么做的一个机会。那今天我们很高兴，就是作者就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聊这件事情。我自己也真的很想知道，就该怎么用4年来达到财务自由。不过一开始我们先请 V 大来自我介绍一下，也跟我们聊一下当初为什么会想写这本书。大家好，我是 V 大。我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想要财富自由，那时候是帮自己定了1735天，刚好是4.75年，好精准的数字哦。那结果可能在本业跟被动收入的加成下，所以提前达标，大概在4年左右的时候就达标。那我本来是在园区当产品经理，那大概2年半左右之前接到大师文化的邀约写书，那时候就想说，好像做工程师、做产品经理这么久，好像没有当过一个作者，就想说，不然当个作者试试看好了，就接下了这本书的邀约，这样子。你刚刚一开头我吓到你，那数字好精准哦！你说1700多少天？35天。你是一开始就定了这个数字吗？对，1735天的起点跟终点分别是2019年的1月31号到2023年的11月1号，这是我本来预计可以达到退休的时间点，也就是说，不是说可以达到，应该是说我希望，而且我必须要促使自己达到的一个目标。那为什么会设这个时间点呢？事实上，我们在做专案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说公司的景气循环，那如您所知道，面板产业，你之前是在面板产业。有一个明显的景气循环，那我们去看，大概景气好的时候差不多5季，那景气不好的时候差不多5季，那差不多2个循环可能就会洗掉一批人。那个时候我已经39岁，我就在想说，面对面百业这种，它会有65专案这种，就是年龄加年资大于等于65的时候，就会暗示明示你说，这种事情该离开了哦，这样子。OK， 对对对，年资加年龄等于65，大于65就会有一些明示暗示。哇塞，这个他现在会触法吧？我觉得太可怕，所以他都用暗示的。OK， 对，那你想，如果我们25岁开始工作的话，在达到年资加年龄大于的65，就是45岁。那其实对于39岁的我来说，已经不到6年的时间。对，那加上我算了一下。公司的景气循环的状况大概是设在2023年的11月1号，差不多就要闪了。哇，好精准哦！对，太精准了。OK， 所以有点像是那个设定，不是说我希望，是我因为各种条件限制，比如说我一定要在这里面做完，才有机会让我自己能够财务自由这样子。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有被动收入这4个字，然后就想说，我也不知道投资是什么，就想说，被动收入难道是收房租吗？可是我们家也没有房子在租人啊。那我如果不做工作的话，我要怎么生活呢？后来我就
跑回家问家人说：“你知道被动收入是什么吗？”结果他就说：“就台股啊。”然后我就想说：“台股吗？”他就说：“对啊，台股至少有5%。”然后我才想说：“是哦。”然后我才去买一些书来看。那里面就有家人本来就有在投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只是他没有跟我分享过。OK， 他觉得你不需要知道这些事情，这样子。其实早年我对投资这2个字的感觉比较像是。好像是在卖什么基金或者是保单那种感觉。对对对对，投资型保单或是什么定期定额买基金这样子，就不太有涉猎这样子。那我在2019年初的时候，首先就是去买书来看，然后去研究说里面到底说什么时候可以投入股市，那怎么样操作可以赚钱。那但是我那时候证券户都还没有，所以我就在大概6月的时候跑去开了一个证券户。那开了一个证券户后，打算照书来操作的时候，发现那时候台股大多头，一直没有机会进场，觉得太高了。对，就是每天都这边每天都把那个 KD 指标记录下来。所以你一开始看的书是比较偏技术分析的，是不是？它是有点像是无脑买的那一种。okay KD 大于多少的时候，就可以进， KD 小于多少的时候就可以卖。对对对对 ，OK。可惜就是现况不如书上所说，就是一直找不到那个书上说的那种进场点。OK， 那后来我就觉得有点无聊啊，这样子好像都没有买，好像也不会赚钱，好像怪怪的。OK， 那时候就看到一档那个铜板股，就想说10块钱以下的股票，对对对，他那时候就从8块跌到7块，然后我就想说，终于有股票跌了，而且这个看起来蛮便宜的，那我是不是同样的钱可以买很多张？那他随便涨1块我就赚了，我只是很单纯的这样子想。但是我没有想过，他如果跌1块我就赔了。OK， 我没有想到，他涨1块很简单，跌1块也可能也很简单这样子。然后他越跌我就越买，然后那时候人家说天上掉下来的刀子不要接，我就不相信，然后就想说他越跌我就越摊平啊。那结果摊到大概6块的时候，我真的吓到觉得说不行，这档搞不好会下市。他后来跌到5块，我真的不敢接。OK， 对。我最后出在6块多， OK， 所以就赔15万。OK， 第一次投资那就赔15万，那你还觉得可以继续做吗？我就是在那个期限内要达到，所以我就没关系，铩羽而归，就再继续努力看看，再接再厉。对啊，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如果我要得到财富自由，是不是我的被动收入要大于我的开支，生活开支？对，但是那一年我其实也做了一个盘点，就是说。我其实本来不晓得我的年收入大概多少，年开支大概多少，年储蓄率不知道自己一年花多少钱，对，赚多少花多少，存多少都不知道，只知道说赚多少总知道吧，就是公司会给你钱啊。对，但是我只知道说我的月薪某一个数字，但是年收入到底是多少，然后扣多少所得税，就是每个月都有钱进来，我也没去加看，就反正够用，就是对，每个月进来，然后反正卡费都够厚嘛，然后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就这样一直过。OK， 对，所以那一年就去做了一个盘点。那盘点出来就再看看说，自己的开支里面是不是真的都需要花这些钱？还是说，其实有很多是不需要的，就是可能只是一时浪费。先从盘点自己要花多少钱，哪些是该花，哪些是不花的。对，那当我的开支越少的时候，就表示说我需要的被动收入也越少。对，你这样盘点以后，后来减少了多少个 %？减少了还是变多了？很多我该花不花的，应该有2成哦。2成就是从比如说假设10万，就后来就开支变8万这样子。对，那时候大概都是删减掉什么类型的？首先像是家里的第4台，第4台后来就不看这样子，就直接因为大家都是手机吃到饱，也是，或者就看看 YouTube 这样。对啊，网络比第4台重要。对啊，第4台其实节目也不是很好看，确实，再加上网络其实也不是很快对，然后就觉得没有必要，就把它砍掉。那这个2个月大概是2000多块，所以1年大概就1年2000就2-3万这样子，2万多。对，其实有一点贵，饮食啦，不要常常就是吃大餐，工作压力大就想要吃大餐，很有道理。今天被老板骂了吃大餐，然后今天结案了吃大餐，对，像是吃大餐啦，喝调酒啦，外面调酒随便一杯都300元起跳嘛。那
我就把那些都拿，譬如说我自己买基酒回家调，还是要解压，但是换一个比较对 OK 的方式。对，我后来发现我需要的不是那个气氛，我需要的是酒精。直接补充酒精比较快，直接补充酒精就可以了。OK，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咖啡因嘛，对于上班族来说就酒精跟咖啡因。不要买星巴克自己泡这样子。本来都是买超商咖啡啊，一天至少需要2杯，不然真的撑不完8小时。工作很辛苦。对，一天至少需要2杯。那后来我就算了一下，这样不行。对，2杯可能就要快100块了。对，那一整年不要说360天250天就好了。一天100块，250天就是25000啊。对，25000。那买一台咖啡机大概1000块。然后自己冲咖啡的1杯的成本，我记得有算，大概个位数块，4-5块左右吧。对，所以其实你爱喝几杯就喝几杯，了解。每天去公司就煮一壶，了解，自己喝。对，我们公司是没有咖啡机的那一种。okay，所以说都要自己煮，没办法喝公司咖啡，薅公司的羊毛这样，没办法做到这件事，只好买自己咖啡机去公司放这样。OK， 这样可以至少用公司的电这样子。好，所以一开始先从盘点自己的支出开始。那投资的部分，因为你第一次投资就赔了15万，对，那开支变少，那投资的部分再一次振作起来的时候，差不多是2020年，再次振作起来，所以中间有灰心了一阵子，对，灰心了一阵子， okay， 就刚好顺便盘点一下开支。OK， 那刚好2020年那时候新冠肺炎造成的疫情，刚好闪过吗？对，刚好那个时候疫情有股灾嘛。我那时候就想到在书中看到的可以用0056抄底这件事情，做价差。然后我就自己画了一个三角形。然后譬如说0056从30块跌到28块、25块、23块、21块，分别要买几张，这样子画起来。然后就在那边算说我所有的资金这边可以买几张，这边可以买几张，这边可以买几张，这边可以，了解。然后每天都在算这些东西。其实也没有多少天，大概3个礼拜就跌完了嘛。那一波其实赚了20%。对，就投入资金的20%，其实还算可以。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操作过程中还是有一些，就是我在它跌到21块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已经见底了。但是我就觉得说不行，这个再跌下去真的不知道会到什么时候。对啊，因为那时候就全世界都很悲观嘛。我看新闻就是什么欧洲那些人都没有人，这怎么会说会世界末日到？你会不会买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怕怕的？对，所以我就很怕，我就把三角形再往下拉，拉到18点多块，然后我就留下大概一半左右的资金都在那边等18点多块要抄底，结果永远都没有来的18点多块。OK， 所以最后在21块左右就反弹，等于是我带一般的资金是闲置的。有在做什么处理？就继续在等吗？还是我就把它在30块的时候卖掉。那后来就这样子下去，然后回来嘛，30块的时候我就卖掉，然后赚了2成，我就觉得说，不错，有斩获这样子。那时候学到的东西就是说，那如果我要财富自由的话，那就是一样就是这样买进卖出吗？还是你后来有调整这策略？那时候刚好到我卖掉0056的时候，已经到了2020年大概6-7月，金融股要除权息。我就有发现说，就是我看的那些书里面有提到说，金融股是一个很稳定可以配息的来源。那时候我就想说，既然我都已经赚了一笔价差，不然我再把这些钱全部投到金融股。那我就去换算说，我需要的被动收入需要投多少张的金融股，然后以张数为目标，在除权息之前把它全部买完。OK， 对，就 all in 啊。如果就一切顺利的话，其实是有机会，就是达到那个你的被动收入等于生活开支的目的这样。那一年买完的时候，我后来计算了一下，大概只有达到60%的被动收入的 coverage。OK， 也就是说，假设被动收入需要50万，那我那一年的股息只有30万这样。OK。那一年我觉得我的报酬率，我那时候的成本加权殖利率大概7.7%，第一年。那我就觉得不行，这样太慢，因为不够嘛，那 coverage 还不够。对，那我隔年就加入那种会配股的，配很多的那种标的。可是那就不是金融股了吧？对，就不是金融股，是一档租赁相关的周边。对，但是租赁就那几家而已。对，他很爱配股嘛。对啊。那他那一年配 1.7%，一张配 1.7 很补这样随便就17%。你算法不只看现金股利，还有看股票股利。对，那这样子是不是我整个加进来后，我的投资组合的那个总体殖利率就可以变高？那我就不断的在往这边拉高的状况下，这样就可以缩短我的时间。了解，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就达到那个所得替代率几乎是100%？在2021年底的时候，很快也就是2021第3年底的时候，我就达到所得替代率的99%。可以说提早就已经财富自由了。
提早达标的关键，我觉得是第一个是我拉租赁进来，就是配股的进来，加速股票的繁殖。对。那第二个算是主动收入也有提高，还有奖金进来，然后就再加码投进去。对，就加码投进去，反正我收到什么钱，生活支出变，对，钱收入变多就全部都投进去。OK， 对。那时候所得替代率99%，你就觉得说好，我达标了。就是以专案的角度来讲，我专案完成，然后所以我要退休了吗？还是那时候还是有点怕，比如说万一会不会我的股票以后配息没那么多，或是景气不好，或是怎样，会有这种担心吗？还是觉得说就差不多了？那时候是觉得就差不多了，但是我觉得工作其实应该是说工作是一种乐趣，工作乐趣，那时候就觉得工作是乐趣，是不是？财务自由以后工作是一种乐趣。OK， 看看你身边周边的上班族的同事，其实有些都是财务自由，他是在来交朋友乐趣的，所以那时候你还是决定要继续工作嘛？对，工作上那时候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挫折，那钱也给的够多，还不错。对，我就觉得说，这样不错啊，顺风顺水的就继续做。做一样的策略投资吗？还是有转换？2022的时候，我达到155%的所得替代率，一样就是金融股跟这些会配股票股利的这些股票，这些卫星持股，就核心持股加卫星持股。对，你核心跟卫星那时候是怎么分的？核心主要是大到不能倒的稳定金融股。OK， 对。然后像是官股金控啦，那或是像是玉山金这种，一半配那时候存股族最爱，一半配现金，一半配股票这种。后来因为它不配股票了，所以我就把它出掉了。出掉了。对，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算是其中一个主要支柱之一。那卫星持股主要就是它是成长，应该是说它的营收是。近3年平均营收是成长率是大于 10% 的这种股票，然后它又会配股票股利的这种标的。说你自己是科技业的嘛？对。那你为什么没有持有科技业的股票啊？首先，其实科技业它大部分的股票都是没有配息的，然后再来科技业有一个产业循环景气循环的一个特性，就是说，而且它每次循环都蛮久的。那如果说抓的那个进场点不对的话，一套就是一年2年，那又不配股利的状况之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对，就是我钱就卡在那边不动，那我要认赔嘛。对于科技股的这种进场点，我自己觉得我抓不准，所以我就不碰科技股。常常都是这样，就是景气是没人看得准的一个东西，就是连在做这个产业里面的人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是高，什么时候是低，除非我有内线消息，但是我没有，大家没有，就是其实好像也大家都看不出来是什么。对，刚刚还有讲到一件事情，比如说你那时候买预算金嘛，对，就是存股，然后后来现金殖利率跟股票殖利率没那么多，所以你就把它出掉。你自己在选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标准？我在选择核心持股的时候，主要就是殖利率要大于 5%，那股本大于1000亿，那贝塔值就是相对于大盘比较小，大概 0.8 以下，不过所有金融股都符合这个就是，那另外就是 EPS 要大于它的每年股发放的股利，这样子它才不是配老本。对，核心持股大概是这样。了解。比如说以预算金为例哈，那时候就你看到它一旦没有符合这上面的标准之后，那你就决定要出，还是说我再看一下，明年会不会又回来，还是怎么样？对，我还是会慢慢的调整。像我那一档租赁，我就是直接说了裕隆啦，994亿，因为它相对于中就2只，它相对于中租，它比较爱配股票，OK， 它股本小嘛。2018到2020年的时候，它的3年平均年成长营收年成长率是都有大于 10%，但是它到21、22、23的时候就有点小于 10%，那我就把它列入观察名单。但是因为它还会配股票，所以对我来说，反正有配股票就好。那而且它那时候填权也都还蛮快的。那直到2024年的时候，它就宣布不配股票，只有现金股利。那这时候就代表说要出的时候到了，就把它出掉。对。我看书里面就是后来你还是辞职了，对，那时候是发生什么事？因为看来就是工作是个乐趣，然后就继续工作，反正还可以累积资产。对，那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公司本身它是各个不同的派系所构成的，只要公司够大就会这样。对，那常常就会有组织并吞嘛。那刚好到2023年那一年，后来就有听说，我们的组织要被其他的组织并吞，等于是我的直属主管，他就感觉到危机感，所以他就想要先做一些
内部的调整，让新老板看说他是有努力的，所以千万不要动他之类的。那时候我的线人就来跟我通报说，他对象是你这样子。对，OK。然后我收到通知的那一天，我12小时之内就递出离职单。不是等他 lay off 你还可以拿遣散费吗？不是应该是这样吗？我们那个产业专门不 lay off 人，他用一些方法让你待不住。但是他没有违法，把你调去边疆单位，对，给你精神虐待，真糟糕。我们不能讲那家公司是什么，千万不能讲。对，他们都在合法的范围内在做这些事，所以他不会把你 lay off。那时候你决定就是要递出辞呈，那时候其实你已经很有把握，就是自己的财务安全感或财务的所得替代率已经是够的。对，辞职以后你找下一份工作吗？还是其实就是过着另外一种生活呢？我在辞职以前，其实我在2022年的时候就有先想说，那我如果那时候已经先预想好了，对，我有预想好说，那我退休以后要做什么。那本来那时候有在经营脸书粉专嘛，就想说，不然就当个文青部落客这样，写一些文章，每天反正写文章也是要花时间嘛。那有一些部落客其实每天就是花时间在那边写文章，这样就已经满了。可是在家里感觉会懒嘛，那就说不然去图书馆好了。OK， 结果我后来查一下，我家附近的图书馆星期一、星期二都没有开。原来如此，住的太乡下，去咖啡店了是吗？对，那去咖啡店要花钱，然后说去博物馆，结果那个停车费按小时算，我怎么可能停一整天？了解。对，所以后来这个计划就等于想过而已，但是没有实际上发生。那后来是因为看到家人去健身，其实这个本来我完全没有想过，完全没有健身的兴趣，而且我本来觉得健身根本就是骗人的吧。对，是不是只是叫人家去上课而已？了解。但是我就看到家人说，他健身了半年以后，好像看起来不一样。那我就觉得好像不是骗人的，那不然我也去健好了。那结果重训练起来就蛮有心得的。就觉得说，这个我蛮喜欢的，而且你又可以得到身体上的好处，健康又可以维持，那又可以外表又可以维持，再加上也可以耗时间。了解。对，像如果认真重训的话，1个礼拜7天其实都不够用。对，那所以我大概从2年前左右吧，就开始投入在健身。那一直到现在，所以我退休之后的重心其实都在健身。那有写文章吗？一边健身一边，所以健身你也不可能一天做8小时啊。我会到健身房先喝个咖啡，写一下文章，OK，然后再开始健身。然后有时候滑手机又滑1小时。OK。那这种生活一开始还习惯吗？健身一开始会不习惯，是因为太累，就觉得说天哪，怎么我会这么累这样子。然后需要，譬如说你健身到中午回去以后，整个下午就没有办法，就没力了，没有办法做任何事，然后就觉得说天哪，这到底发生什么事？那久了才知道说原来只是身体还没有习惯而已。我还去考了健身教练的执照。所以现在已经是健身教练的状况吗？只有执照，没有真的教过人，没有真的教过人。欢迎朋友来报名，就是可以 V 大试教一下。那你的投资的策略有什么转变吗？比如说是更保守吗？还是要更积极？那你的生活上的花费，你有再盘点一次吗？一般的人呢，可能退休以后会鼓励会逐年增加，但是我没有，我其实是我有刻意把它缩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缴太多税了。对，本来在职的时候是因为所得税嘛，我所得税占我的支出的1/3，非常多。然后退休以后说不用缴所得税了，那但是领股利领太多的话，还是要课税嘛。所以我就把它控制在不用课税，甚至还可以退税的范围内。那因为这几年刚好价差也做得蛮顺手的。那我的一鱼三吃加速法里面，就是它其实整个报酬来自于股利跟价差。那如果我价差可以 cover， 我的股利不用领那么多。对，反而还可以退税，因为价差不用缴税。算是比较冲一点嘛，因为做价差就是会比较冒的险会多一点。对，比较冲一点。OK， 那你遇到川普对那种就是有冲击，就是靠价差的人，就是一定会受到川普冲击啊，各式各样的做法。其实在股市有剧烈回档的时候，反而是做价差进场的好机会。OK， 对，我们会把它看成机会而不是威胁。那时候其实手上就是还有子弹，然后去等它，反正你买的股票本身基本面没问题，所以也不用担心这些事情这样子。可是现在比如说现在常人就说股市很高，台湾从来没有股市4万点过，很多来说之后会5万点再6万点。对，可是因为
你之前前面有讲过，就景气不会 always 一直往上，没这回事，就是会上上下下。其实这几年的金融体系越来越稳定，我有发现，就是说它不太有机会回档个20-30%，都不太有机会，甚至是50%更不可能。我是不是说整个大盘？大盘，那每次大概回档到譬如说10%，大家就已经受不了了；5%可能大家就哀哀叫了，10%大家都受不了，搞不好国安基金都进场了。那其实你根本没有办法回档到真正的那么低的低点。在金融体制比较健全的状况之下，其实那个股票要剧烈的回档，其实是有一点期待不到的。那每个国家其实都这样，像日本的股市也是每天都在发说又更新最高点啊，最高点什么史上最高点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所有事都有万一，就是说万一那个黑天鹅发生了，或出什么事情，然后自己的退休计划会不会被打乱？你会担心这种事情吗？我的核心持股跟卫星持股的部分都是领股票股利跟现金股利的。OK， 那这些东西不会随着我的资产的市值而受到影响，所以还是有在区分不同的资产配置的做法。对，那这些领股息的部分，不管今天股价是100块还是50块，它股息都还是会配嘛。了解。那每年配大概多少就大概多少，特别是金融股的话，它不会落差太大。对，那像这样大家都还是要花钱刷卡的。对，那今天就算回档，我还是领到股利啊。对，所以不会特别觉得说市值的震荡会对于我的组合有一些太大的影响。对。所以还是有做一些区分，就是让自己能够有保护，下档有限，然后上档可以再做因为有底气，所以可以做一些稍微冒险一点的事情，这样子。像现在已经算是退休状况，然后财务自由状况，也是健身教练的状况。那你再回头，假设现在再回头到2019年了，对，那你再重做一次这个财务自由的计划，对，那你会想做什么调整？你会怎么样告诉自己说应该怎么做会更好？如果我在2019年我就知道我现在这个系统的话，我会在2019年就先投入，就会提早1年投入，这样我就可以更早财务自由。你说2019就开始做这件事，不是等到2020？对，没错。可是2020也是一个好机会，就是它有一个疫情大跌的机会让你去建仓的。对，这样一个核心卫星的持股，然后去有一些选股票的方法，让你如果更早做的话，你会觉得会更安全安心这样子。最后也想问，就是说，如果一个就是大概是30几岁的30出头的年轻人，他的薪水其实没有这么高，可能就是4万块5万块左右，然后他读了你的书很受到启发，然后手上存款也没那么多，对，我觉得很难，就是他有办法就4年就有办法财务自由。对，那你会如果照你的这个说法做的话，你会觉得他那个步骤应该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？那128页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例子，就是年轻朋友的话，他应该怎么他这个状况是否可以在多久之内退休？那我有去做一个模拟，就是说，如果他以传统的5%殖利率的方法，那跟我的1鱼3吃的加速法的12.5%的殖利率的方法相比起来的话，他的退休年数大概可以砍半。也就是说，本来可能要做30年才能退休，他就变成15年才能退休。这样子的例子。那今天很谢谢那个 Vida 来到我们节目，跟我们分享这么多。而我对那个抑郁上次我自己在看书的时候也印象蛮深的，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参考 Vida 的新书《我用4年就财富自由》这本书里面讲的例子跟一些想法。我们谢谢 Vida， 谢谢。